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各位老公，大家好，我是胖叔，一个球迷，也是一个金融分析师。今天我们来聊法甲中卫。恭喜利物浦6500万签下天才小将雅凯，迈出了后防更新换代的第一步。雅凯也是利物浦队史第二贵的中后卫引援，仅次于范戴克。去年10月，雅凯采访的时候就说，他的偶像有2个，一个是范戴克，一个是科纳特。孩子的足球智商怎么样不知道啊，足球情商肯定是到位了。不像约罗当初跟费迪南德称兄道弟，一问他偶像中卫，说是拉莫斯。近些年有个趋势啊，英超买中卫首选法甲。过去3年英超中后卫的引援，法甲16人，英冠11人，德甲11人，意甲9个，西甲8个。萨里巴、小胡、约罗、雅凯、福法纳，如今都在英超豪门，出身也都是法甲中卫，而且他们还有2个共同点：一是贵，雅凯6500万，约罗6000万，还有切尔西4500万的迪萨西，曼城4000万的小胡。福法纳是20年4000万去的莱城，后来又8000万卖给了切尔西。阿森纳双星萨利巴和加布里埃尔呢，也都是法甲进口，买的比较早，一个只要3000万。二是年轻，转会的时候雅凯20，约罗18，小胡20，福法纳19，萨利巴18。那当然，萨利巴又是在法甲租借了3年才正式加入枪手的。我们都知道啊，中后卫很吃经验，一招不慎3分皆输。急火法甲年轻 CB， 曼联你可以说是人傻，切尔西你可以说是钱多。但红军曼城枪手都趋之若鹜，就大有学问了。胖叔总结了2个原因：一、青训加移民，法甲年轻；二、身体加技术，德艺双馨；三、空有身体却无法兑现天赋，是不是青春最大的遗憾？有请弹幕猜猜看，5大联赛给年轻球员上场时间最多的是哪个联赛？3、2、1，没错，正是法甲。OPTA 统计，过去10年5大联赛给 U22 球员上场时间占比，法甲 17%， 先拔头筹，其他4个联赛都是 10% 左右。而且这个趋势从13年开始持续了10年以上。U22 上场时间的投资，法甲稳步上升，德甲回心转意，一吸阴不分伯仲。当然这未必是法甲有意为之啊，法甲一是缺钱，今年4亿的转播费合同又流产了，可谓雪上加霜；二是强度堪忧。C 罗说法甲还不如沙特联，对错且不论啊，法甲的风评可见一斑。三是一家独大，胖叔也有视频分析过，这种模式对商业变现和体育竞技都极不健康。凡此种种，法甲自然成为了球星的跳板。除了巴黎，其他17个球队理论上来说都是豪门的 feeder club， 没有谈判的权利，只有还价的余地。但法甲也有若干优势：第一，人才库储备丰富，尤其是北非和西非的法语殖民地；第二，移民政策优惠，很多18岁以上的非洲球员在法国不会占据海外名额，但在意、德、英等国都会。第三，穷则变，变则通。在巴西，咱们肯定是抢不过皇马、巴萨的，只能把球探网络延伸到更远、更刁。法甲的球员来自76个不同的国家，英超是61，德甲是58。乌兹的小胡就是最好的例子。10几年下来，法甲不知不觉成了豪门的练功池。那同样是练功，豪门的思路也不一样。有约罗、雅凯这种高价直销的，有萨利巴这种3年合作委赔的，最后就是我们所有金融分析师的偶像切尔西老师发起的收购承包。自23年切尔西母公司 Blueco 收购法甲斯特拉斯堡后，球队的全赛季首发平均年龄从27岁直降到21岁。欧洲10大联赛历史最低的赛季首发平均年龄是13到14年的 PSV， 22岁84天。白宝打破了这个记录，整整1岁有余。当然 Blueco 知行合一，自己的旗舰产品切尔西收购以后也从27岁下降到23岁。不过 Blueco 的操作争议也很多。对切尔西来说呢，走马灯似的加工转卖的商业模式，球迷和球员还能产生羁绊吗？出出进进的到底是球员还是商品？对足球界来说，多俱乐部的运营模式是不是不公平？内部交易你整完球员整教练，你怎么这么熟练？我们时间有限，今天就不展开了啊！希望大家为胖叔的视频点赞关注，一键3连。等本期视频点赞过5000，我们会专门出视频为大家讲解。Kiss stay。说完了法甲的优势，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偏偏是中后卫呢？年轻在很多行业都是本钱，但中后卫恰恰是最吃经验的。Athletic 统计，英超2010到2021年各个位置出场球员的平均年龄，中后卫是仅次于门将，整体年龄第2高的位置。大部分的出场时间都被27到31岁的球员占据。但 Athletic 这个图只有总和，不是趋势。胖叔猜测，如果按照时间推演，中后卫的整体出场年龄应该是越来越小了，因为英超对身体素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。
前一阵看纽卡的戈登接受欧冠赛前采访，记者问他欧冠和英超有什么不同？戈登说呢，欧冠更开放，大家踢得更像足球，不是只抓转换。而英超呢，太讲身体素质了，搞得跟篮球比赛一样，简直是赛跑，胜负都在5-5球和定位球。这都是戈登说的啊，我们不讨论好坏，单纯讲现象。无论在什么行业，只要强调身体素质，年轻就一定是优势。比如，不好意思啊，职业病犯了，我们回到足球啊。胖叔之前看 Victor Basahi 的采访，这哥们回忆当初在莱城买福法纳的时候说，英超鲜少有70分钟后比赛强度下降的情况，其他联赛或多或少都会有，但法甲是这方面最接近英超的，因为法甲年轻人多。而且随着强队从蹲坑转型逼抢，身体劲爆的中后卫就更吃香了。Victor 提到了一场法国和英国 U21 的比赛，当时英国队在本方半场中圈附近拿球的时候，法国的后卫线居然站在了中圈的另一侧，两方相隔仅仅15到20米。法国的科纳特和乌帕基本就是站在那里，就等着跟你赛跑呢。他们的身体素质太好了，根本不怕被打身后。那当然啊，中卫要进英超，年轻只是本钱，身体只是门槛，没有经验都是银样蜡枪头。但法甲恰恰能够提供年轻人最多的练级机会，因此法甲量产了一批身体顶尖、技术和经验高于同龄人的中卫好苗子。豪门买回来，技战术可以学，1对1可以练，其他的就交给时间了。练出来了就是萨利巴这样的球队基石，练不出来就像迪萨西一样，租出去咱们再买一个。那说到迪萨西，孩子才27岁就已经从后浪变成了前浪，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。足球本就如此，迪萨西的境遇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想当年安苏法蒂接过巴萨10号的时候，他也觉得要昂首直到世界的尽头。如今他看着亚马尔，时间却没法回头了。我们当然都醉心于漫画主角一帆风顺、美梦成真的故事，但更多的热血少年是像灌篮高手的湘北，是以失败结尾的。因为井上雄彦老师觉得青春本该有遗憾。那胖叔在青春的时候不懂啊，青春哪有什么遗憾啊？喜欢的梦就在眼前，真爱的人都在身边。如今上年纪了才发现，青春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安可。灌高有一句我很喜欢的歌词，这句歌词被翻译成中文的时候，变成了那些错过了风景的眼泪，为了珍惜今天所有啊，有点意义不明，貌似还有点正能量。但这句歌词的原文呢，叫做モドラない時間だけが何故輝いて。モドラない是无法挽回的，时间啊，这个念 toki 就是时间，だけ是只有， toki だけ就是唯有时间，何故念作なぜ，辉就是发光，熠熠生辉，连起来就是唯独时光是无法挽回的，为什么偏偏它却最熠熠生辉？人到中年呢，就是容易感春悲秋。上周末连续加班，这周宝贝又生病了，说好更新却力不从心，需要给自己打打气。当初胖叔拍着桌子喊要10万粉3上自由，那时候也跟樱木一样，觉得自己是个天才。如今1年过去了，只有4万粉，才发现自己还是要从跳投练起。好在前些年偶然发现呢，井上老师从来没有说过青春本该有遗憾这样的话，他只是出于艺术追求，选择在烟花绽放的时候凝成永恒，这样才像是我记忆中的灌篮高手。没有什么是本该遗憾的，只要梦想不死，青春就没有结束。24岁的法蒂，25岁的青木，26的桑乔，27的迪萨西，还有中年人胖叔，现在说遗憾还太早了，因为唯独时光是无法挽回的。此情可待成追忆，世界が終わる前。能看到这里，感谢朋友们对胖叔的一贯支持，希望各位帮胖叔转发留言，一键3连，我们一起实现3上自由。